人类历史经历了几千年，为什么偏偏在1948年之后，全世界的经济与生产力突然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成就了一飞冲天的惊人结果？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关于启蒙与文明飞跃的深刻进程。如果以结果论，人类社会的进化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一种是爬虫类地狱，另一种是飞鸟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分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就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确立了现代文明的基石，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由国民授权产生，而政府存在的唯一责任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这个观念的普及，让全球独立国家在短时间内从60个暴增到195个，证明了民主与独立才是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的潮流。但这种文明的飞跃并非凭空而来，它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奠定现代民主基石的天赋人权观。他强调，生命、自由与财产是每个人生而平等的根本权利，任何权威都不得剥夺。这类思想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成为宪政体制的理论核心，并进一步跨越海洋与时代，直接促成了美国建国与法国大革命。当有了主权在民与人权优先的观念后，政府不再是统治者的私产，而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服务机构。人类的灵魂一旦解除了钳制，就引发了惊人的智能爆发。以前的人很可怜，思想完全被禁锢。罗马教廷压制日心说，1600年，布鲁诺因为主张宇宙不以地球为中心，活活被烧死。直到1609年，克普勒发表行星运动定律，随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并发明微积分，科学才在威胁与牺牲中艰难起步。皇权加神权的不准独立思考，本质上就是反智的。而当人类终于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后，人的智能开始积极扩展，无中生有。现代人手中的智慧型手机，出门搭乘的高铁，让我们能眼观千里之外，耳闻八方讯息，身形自由移动。这一切就如同佛法中所说的天眼、天耳、神足等神通，本质上全都是思想解放后所产生的丰硕果实。然而，文明的演进并非一劳永逸。到了2026年的今天，我们竟然还看到有些政权行为跟16世纪的罗马教廷一模一样。最令人震撼的就是2026年2月9日，香港西九龙法院判处78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年监禁，理由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说白了，他只是办报纸、讲真话，为香港的自由发声，就被单独监禁超过1800天。更可怕的是，2026年3月23日正式生效的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修订，彻底翻转了法律逻辑。从这时候开始，在香港拒绝交出手机密码就是犯罪，这直接踩碎了人民最基本的隐私权，让整个香港社会人人自危。手机里的讯息、相片本来是天赋的财产与自由，现在却变成随时可以被国家定罪的证据。世界已经升级成飞鸟，他们却坚持要做爬虫。不止对内钳制，中共甚至将这种野蛮未进化的爬虫类思维投射到国际外交。最近，中共极力打压赖清德总统在邦交国的访问行程，甚至在2025年底，重庆公安局竟然对台湾选出来的立委沈伯洋以分裂国家罪立案侦查，扬言要全球抓捕，还悬赏通缉网红巴囧、闽南郎。然而，
这种跨国恐吓随即在国际法规上撞墙，因为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第3条严禁任何政治性活动的规定，中共这类政治性迫害的通缉令根本无法跨出中国国门，更不可能被国际社会受理。而沈伯洋则是直接前往德国国会出席听证会，当场表明，我现在就坐在德国，为言论自由发声，这就是飞鸟的姿态，在3度空间自由飞翔，谁也挡不住。在这种文明决战的关头，台湾内部却出现了让人傻眼的倒退讯号。2026年4月10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飞到北京与习近平会面，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相隔10年再度会晤。2天后，中共端出10项惠台政策当作伴手礼，郑丽文甚至接受日经亚洲专访，宣称只有接受一个中国，台湾才能生存，并反对赖总统提高国防预算。早在2025年11月，郑丽文一上任就跑去出席白色恐怖秋季追思，而他追思的对象竟然包括当年被蒋介石下令枪毙的中共高阶共谍吴石。国民党主席跑去追思共产党间谍，等于是站在共产党的史观，对着当年因泄密而牺牲的成千上万国军将士吐口水，这是对国家尊严最严重的伤害。从追思共谍、北京见习到反对国防预算，国民党的口径已经跟中国共产党一致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形容，中国文化像一个黑洞，任何进步都可能被拉回去。现在看来真的很惊悚，黑洞里的中共把邻近的香港吸进去了，现在又想靠着在地协力者把台湾也吸进去。集权国家的统治逻辑本质上是反民主、反人性的。他们口中高喊伟大民族复兴的集体概念，就是约翰·洛克最反对的，用集体主义来侵害个人人权。更讽刺的是，集权国家的人民在国内根本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所有领土实质上都属于党国。一群在国内连一分地、一点主权都没有的人，却被动员天天喊着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要去争夺他国的主权，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事实证明，台湾已经完成了飞鸟世界的文明跨越。当一个被全民授权的国家元首，能在国际上昂首阔步的移动与交流，这种基于主权在民、尊重个体意志的生命力，是无法长期被爬虫类的规则所禁锢的。世界都在升级，大家都从爬虫进化成了鸟类，而那些坚持做爬虫的政权，却持续固守着飞鸟无法理解的野蛮逻辑。自由不是凭空而来的，台湾人必须坚定地站在飞鸟世界这一边，跟全球的民主自由阵营站在一起，才能抵抗集权黑洞的吸力。因为只有在人权受到保护、思想不受限制的土地上，人类的智能才能持续爆发，继续创造下一个飞跃的时代。